今天是在长滩岛的最后一天，因为这次来长滩岛只是临时做的决定，所以只能待几天时间。晚上准备坐飞机去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准备还是乘坐车船联运去机场。准备先去车船联运的公司买张票。这里是长滩岛比较热闹的商业区和美食街，这边有特别多的网红店和餐厅。相比在海边的消费，这里要低很多。这是长滩岛的主要街道，有很多的出租车。找到了这家公司，这里离我的酒店不远，所以直接走过来了。买完票在旁边吃顿饭，吃完饭回酒店做了一个按摩，休息了一会儿。傍晚5点接我的车来到了酒店，准备离开长滩岛前往马尼拉。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从马尼拉到长滩岛之间的交通攻略。当然我这个是返回的路程。这个就是长滩岛的主要大街，大街上有很多这样的出租车，直接招手就停，价格很便宜，20比索、30比索。如果自己去码头也可以坐这样的车，不过上车前要谈谈价钱了。几分钟就来到了码头。我因为订的是车船联运，会有工作人员直接帮我拿行李上船。我当时主要考虑我的飞机非常晚，怕临时打车打不到，所以就用了这个车船联运。如果自己到这个码头，实际上也有卖车船联运的，非常便宜。看这个窗口写的车船联运，从坐船一直到机场一共才300比索。只是如果自己来码头，可能不太了解这里的车船联运的时间，所以如果自己来一定要早一点过来。我这个因为订的是点对点的，所以一路上都衔接得非常紧密。我这个从酒店到机场是850，如果自己打车呢，哪怕你那个在酒店门口叫一个车，包车可能到这个码头150，然后从码头这儿买一个车船联运的是300，加起来是450，所以它至少你要自己可以便宜将近一半。下次来可以用这种方式。850比索相当于100出头的人民币吧，感觉还可以接受。毕竟从下了码头到机场还有将近2个小时的车程。这个就是长滩岛的一个码头，从这里开往对面的大岛。整个过程我都没有任何的等候时间，都是一环扣一环的，几分钟就下来了。现在坐船来到了机场这边的大岛，直接安排上车。从这里坐车要将近开1个半小时才能到卡利波机场。看到了大片的火烧云，如果今天在长滩岛看到这个景色就太美了。到达卡利波机场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另外距长滩岛还有一个卡迪克兰机场，离长滩岛更近，下次可以考虑去做那个机场。就在码头附近，2个机场各有优劣势。这个卡利波机场可能班次更多，价格稍微便宜一些。飞机在空中大约飞了1个小时，现在来到了马尼拉的上空。云中看到的马尼拉的夜晚。马尼拉是菲律宾的首都，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，人口超过了1200万。我这次只在马尼拉停留1晚，第2天夜里就要踏上回国的航班。不过也可以利用白天的时间去给大家拍一拍马尼拉的城市景观。
到了机场，直接用手机软件打了个车，只有10几块钱。条件真够简陋的，一个标间放两边的车，越住越惨。我这次就住在了机场附近，这个就是入住的酒店，是一个小庭院，很干净，但是就是房间小。离机场很近，但是离市区挺远。我住的那个所谓标间不到200块钱，感觉马尼拉好一点的酒店还是比较贵的。好在只有1晚就凑合了。在旅馆吃了简单的免费早餐，准备出来逛一逛。这个周边也算是一个交通枢纽吧，有很多的公交车站，还有这种轻轨站。带大家看一看马尼拉的真实的街景和现状。马尼拉的公共汽车很特别，很多都是这种复古的比较大的双条车。上面的列车就是城市轻轨。看了看地图，正好可以坐这个轻轨到市中心的主要景点。于是打算体验一下马尼拉的公共交通。这附近有3条轻轨线路。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坐这种地铁和轻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。马尼拉的轻轨价格非常便宜，所以乘客很多。买个票好像只有2块人民币。其实我还是挺愿意体验一下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的，只要便利和相对安全就可以。坐了5站地，来到了城市的中心。这个中心有很多的旅游景点，可以在周边徒步走一走。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。这周边有很多的博物馆，先进到这里看一看。这应该是个自然博物馆。哦，里面还挺壮观的。是个自然博物馆，大壁画的动物。还有电梯呢。看这眼镜猴算国宝了。电梯上去。上来。这个博物馆里有很多的展厅，只能拍照，不能摄像。基本上是一个自然博物馆，动植物比较多。看起来这个博物馆还比较新。菲律宾的一些保护区。And the Mount Hamiguitan Range Wildlife Sanctuary。这个博物馆外形还不错，但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好在是免费参观的，有时间可以进来看一看。应该算是市中心了吧？有很多大的博物馆。像菲律宾、印尼这个大街上有很多的观光马车。自然博物馆外观还挺好看。从地图上看，这算是一个城市中心非常大的城市花园和广场。先到这个城市广场走一走。这个广场面积相当大，地位也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。宽大的草坪，还有喷泉。离岔公园。离岔应该说是
菲律宾的国父吧。菲律宾的历史我们了解的还是比较少的，即使现在很多人还认为菲律宾是非常落后的一个国家，其实它的贫富悬殊确实比较大。感觉这个广场的面积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。天下为公，是中国花园。广场旁竟然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中国花园，走进来看一看。孔子，还有一个孔子雕像，亭台楼阁，小桥流水，还挺有中国味道的。几乎围着广场转了一圈儿。今天我也是计划在马尼拉来一个城市漫步，把城市中心的几个主要景点来走一走。很多人经常会问，来东南亚，包括来菲律宾是不是安全？大家也跟着我看了将近3个月的东南亚之旅，我个人是没有这种不安全的感受。可能每个人的出行计划和体验都有很大的不同吧。看这马尼拉的大街上很有特色的公交汽车。国家博物馆。